在这个味觉主宰一切的世界，体重那只是数字的诅咒。孤单没在怕，因为真正的猎人从来都是我独自用餐。当胃在咆哮，味觉在燃烧，美食猎人觉醒 ，Go！我芊芊啊，爱记起赞、搁起订阅，是煞介绍给你所有的朋友哦。我今天是day hunter，据说现在讲 hunter 已经不会是联想到猎人了，联想到的是我独自升级。所以呢，我现在要有一个我独自升级的一个感觉。还记得我上一次拍泸州特辑在阿西科爹的时候，有跟大家说我非常的想要来一个台北的科爹巡礼，我今天来了。你知道，身为一个彰化20人，我从小到大就一直以为科爹就是到处都有卖，因为毕竟20就有2家，然后我们又离王宫非常的近。结果呢，我后来上台北之后，发现要找科爹店非常的难。我最喜欢的那间店今天会拍到，我就一直在想说，除了我最喜欢的大稻埕那间店，还有没有其他间店可以吃呢？所以我今天就要来带大家探访台北跟新北的科爹，跟着我一起走吧。刻在我心里的名字。哇，我们现在要寻找我们的第一间蔡张文。我们现在很久没有到马街这边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走在市场里面，忍不住就觉得今天感觉不应该要拍摄，今天应该好好逛菜市场。因为以前呢，我早上跟我们家人去买鹅day的时候，都会顺便逛菜市啊。我以前连那种外出的衣服，就是便服，也都是在菜市场买的。我们现在正在寻找我们的鹅day之路。我看到市场炸鸡了啦，感觉今天应该要改企划。专业人士有没有？哎呦，我要自己带饭。耶！我们找个位置坐。我们现在在马街旁边蔡张文科爹，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颗科爹。这间有点神奇，是因为通常科爹店会卖肉day，然后我今天就想说我要来一个科爹肉day巡礼。就它这一间是只有卖科爹，然后1颗是50块。我先讲它的炸皮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薄酥脆的感觉，还没吃，但是我现在感觉很好。大家也知道我推荐迪化街很多次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剖面怎么样。哎呦，哇，看起来如何？它里面是韭菜、高丽菜，然后我刚刚一张剪开之后，我就目测看到2颗鹅啊了。那皮看起来没有到很厚，感觉不错。沾一下酱，哇，我怕杀路人。我觉得我回到20了。它的皮非常的薄，然后咬上去酥脆的非常刚好，肉汁、韭菜跟它的鹅啊配的刚刚好，湿润，然后偏油，但是好吃，因为很香。给你看一下鹅啊，不是吧？哇，这蛮大颗的呢。它炸工真的蛮好的，外面这么酥脆，可是它完全没有揪起来，完全没有壳味。旁边的阿姨在夸奖我，我好害羞哦，我怕你们收音收不到，他们在说我很漂亮。我刚刚一路走来，看到好多店都在排队，每一间都好想吃，我下次应该要拍马街特辑。很好吃哎，哦，好幸福哦。吃完了，我觉得这间大家可以来买买看，是因为如果你怕车味的话，这间day完全没有车味，而且里面非常的湿润，可是外面又很薄脆，赞。下一间。我要去买炸鸡了，我最喜欢逛菜市场了。耶，炸鸡！接下来我们来到的这一间呢是大稻埕科爹。我跟大家说，如果你有看我直播的人，应该就知道我推这间推非常的多次，但这是我第一次来吃它的新店面。然后我点的就是我平常的标配肉day跟科爹，顺便我刚刚又外带了一下它的咸辣。我拜托大家，如果喜欢吃咸辣，一定要吃看他们家咸辣腌的刚刚好。我喜欢各混一点点。哇，这个高丽菜，然后跟韭菜，然后跟鹅啊。还是很好吃哇！外皮有做
一些调味，韭菜味其实甜感比较多一点点，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就是韭菜整体里面的鲜味之后，再配上外面有点带甜味那种外皮，完全不同风味。然后这间的话就稍微比较没有那么油一点点。因为很多人说第一间比大稻埕这间好吃，但我觉得两间完全是不同类型的。我拜托大家两间都吃好不好？离哪间近我就吃哪间。我通常来这里啊，就是比较常来买的时候啊，我通常买都是肉得10个，蚵爹10个，然后就会分给大家吃。到最后大家都只有吃一个，我想说不是要各吃一个，没有，大家都只有选一样吃，然后到最后剩超多，我就一个人把它全部嗑光，很幸福。因为我刚刚咬到一个鹅啊，它虽然小小颗的，但它爆开的那个鲜味其实非常的浓。来吃一下肉丁，哇，好好吃哦！我觉得我应该多买一些。我吃鹅丁跟肉丁，我酱都会加超多，而且不会是只有单一，一定会是 mix， 太好吃。那肉丁里面还有那种微微的带汁，不是油感的那一种，整体吃起来其实比较清爽一点点，跟上一间比起来，你真的不吃吗？对吗？那我真的吗？然后你嘴角一直上扬，那我夹走2块肉丁。大家不知道比较喜欢哪一家？我个人是推荐你，如果都没吃过，就2家都吃吃看吧。我们真的是什么都有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咸辣。刚刚好，那咸辣很新鲜，咸度非常的刚好，肉呢又很嫩。大家如果来的话，可以试看看咸辣。但是如果你不确定你自己敢不敢吃咸辣的话，你就是先内用的时候你就点一个小盘的，因为外带就比较大，就分量就比较多。而且我觉得长辈应该会喜欢，因为就是一个怀念中的味道。我觉得这间的话，它是韭菜味比较突出的蚵爹，然后肉丁它是有点像那个肉丸里面那种肉条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它的肉丁吃起来不会干，然后吃起来其实蛮香的，而且我觉得整体吃起来比较偏清爽的类型。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，因为这间哇，终于吃到它的新店面了。下一家。接下来这间呢是三重的集美蚵爹，这间呢我那时候在网上查的时候，它非常多人推荐，然后很多人说是三重隐藏的小吃，但是原本是隐藏，但因为后来实在太热门，所以这间是新的店名。我点了2个蚵爹，然后我也顺便点了它的甜米糕。就是对，我知道这是蚵爹特辑，但是因为我打开过评论，大家都一直提到甜米糕，它的炸皮跟刚的那个炸皮又有点不一样。它里面呢也是韭菜、高丽菜、鹅啊，炸皮颜色跟刚几间比起来颜色稍微深一点点，我觉得它比较接近上一间大稻埕的感觉，但上一间大稻埕上面这还有撒芝麻。我们来试试看它的味道，梅薯的，很厚。这间是目前几间之下味道算比较重的，韭菜跟高丽菜配得很好，但韭菜稍微再突出一点点。然后它高丽菜很甜呢，高丽菜的甜跟韭菜的甜刚好整个合在一起，很好吃哎！而它皮超薄，很香。因为我20很喜欢的那间，我之前有拍过那间高丽菜饼啊，其实就跟这风味很像。它也可以出一个没有鹅的版本呢，我觉得应该会很大卖。太多人推荐它米糕了，我们试一下。哇，它的米糕跟20的甜米糕的颜色很不一样，20的甜米糕就很白，很香。我喜欢它的甜米糕的里面，它咬的那种黏感跟甜度非常的刚好，可是它外面炸皮，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油味，这感觉我哥会喜欢。吃完这间集美蚵爹，然后我觉得整体而言呢，我自己其实还蛮喜欢的。如果你以蚵爹的方向来看，你会觉得它蚵味其实不够重，但是蔬菜里面的蔬菜真的很好吃，就是那个韭菜跟高丽菜很前面，然后还有一点高丽菜的脆感，然后它的外皮是很薄很酥脆的。如果大家之前没有吃过蚵爹，然后是蚵爹初心者，可是又有点怕蚵味太重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来试试看这一间，因为这间就是我觉得算初心者很适合来试试看的。下一间。接下来这一间呢，也是在三重的，它叫做云林蚵爹。然后呢，我们买了蚵爹跟肉爹，现炸的，哇，好大！就是跟刚前几间比起来，它目前是分量看起来最大的。
然后它的鹅啊，我觉得好像有稍微比较少一点点，里面一样也是高丽菜跟韭菜。哇哇，姜味很重，完全不一样的味道。难怪我刚刚一直觉得它闻起来为什么有这种海产摊的感觉，因为海产摊它的那个鹅啊汤里面就有很多姜丝，它这个就是这个味道。姜到爆！它不是我熟悉鹅呆的味道，但是它是好吃的。不过它里面其实高丽菜很多，但因为它的姜味有点过重到，其实你已经吃不到那种高丽菜的甜味跟韭菜的甜味了。但是这间非常受欢迎，因为现在陆陆续续有好几个阿伯都骑摩托车来买，而且长辈看起来都很喜欢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就是不同路数，我还蛮推荐大家来试试看的。吃到这一间刚好有一种味变的感觉，我觉得你真的讲到点，真的很像水饺内馅，姜味很重的水饺内馅。这个是麻的，哇，它麻的是目前最好吃的，超级多汁，配着那个内馅啊、肉菜包合在一起，所以比例刚刚好。然后因为是现炸出来，然后外皮又很酥脆，你就觉得哇，很好吃哇！等一下，我又咬到姜了，我觉得姜好像可以再少一点。怎么这么多？你看它的姜有多大块，难怪我觉得超姜。然后这间的肉馅啊，比较像绞肉的麻得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少姜的选项可以选。用料很实在，美到不行。吃完了这间云林蚵嗲，我觉得大家如果喜欢姜味，想要试试看不一样的蚵嗲跟麻嗲，我觉得可以买买看这一间。第一个我觉得很惊艳，后面会觉得姜味好像有点太重，可是因为它的料其实整个配在一起的口感跟那个融洽度其实蛮好，所以你就忍不住一口接一口，然后就开始默默把姜挑掉一些些。它姜味很重，就可以让那个油腻感降低蛮多的，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。下一间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蚵嗲之旅的最后一间，是南机场夜市。而且我跟大家说，它现在排队人超级多，因为它是5点开。我们刚刚就是第2个入场，然后这间我觉得有点特别，是因为它没想到居然有虾仁碟，然后各种碟超多碟，所以我就点了菜碟、虾仁碟、烧肉碟、蚵碟。然后刚刚看到它这有一个很酷的是那个香菜卷，很想揪嬷嬷来吃。然后它的那个酱料啊，看起来像花生辣椒酱，微微的高丽菜，感觉是韭菜比较多的那种。哇，它是今天韭菜比例最满的一间呢。它的韭菜味一入口就炸开那种，我很喜欢它的那个花生辣椒酱，因为很香，配上这个就刚刚好。我个人很喜欢它的内馅，然后它皮我比较还好一点点。而且它韭菜味很重之外，它鹅啊其实放蛮多的，所以你在咬的时候，它鲜味其实很够。接下来吃看这个是虾仁碟，哇，我第一次吃虾仁碟，以前都是麻爹、鹅爹，居然还有虾仁碟。我觉得虾仁属于比较清甜的那种类型，它其实里面放的虾仁蛮多的，可能我真的酱料也很多，所以它其实有点盖住虾子的味道，所以你在吃的时候，你还是会觉得以韭菜的味道比较为主。它里面放的虾仁超多以价格来说，我觉得很划算。然后这是菜碟，哇，这个我觉得这间有一个很优秀的点，就是它什么都挤超满。它的鹅蛋其实算蛮大一颗的，所以它就是挤很满，然后又很大颗，你就觉得非常的扎实。这个是烧肉碟，哇，它烧肉碟是红烧肉这让我想到新竹霸王。很神秘的感觉，我觉得蛮好吃的，是嫩的，然后咸度也刚好，因为你也知道，就是有一些红烧肉很容易很干。我刚刚看到那个香菜卷，忍不住想要点看。你知道它的味道重到它一上桌之后，它只是在前面可那个香菜已经一直往这边冲来。蛮好吃的，你就看它很大一捆嘛，就它吃起来其实还蛮酥脆，它有点像在吃那种香菜洋芋片饼干的感觉。我觉得大家可以点，这比直接吃香菜还棒。就糯米肠没办呢，因为它的 Google 评论好两极，所以我本来来的时候就有点紧张。我想说，如果我排队排很久，然后吃又不好吃，我可能会有点心碎。但我觉得还不错，对。
吃完了这间好家蚵爹，其实我觉得整体而言还不错。然后我点了蛮多口味，我个人其实最推荐大家还是点蚵爹嘛，它里面真的放很多蚵啊，所以你在吃的时候，韭菜味很冲出来的时候，那个蚵啊也一起出来了，然后就两个一起出现，所以我觉得它整体吃起来的感觉其实很棒。然后它的外皮是属于我觉得有点像是那种面包的形式，然后其实我们知道应该是现炸刚炸出来，因为它是银丝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点脆，但又有点软的那种感觉。不过我觉得不影响它的内馅的味道，我觉得蛮推荐大家可以来试试看。终于解锁了，香菜卷要点，香菜卷要点。我个人是觉得相当的满意，尤其是身为一个彰化的好女孩，彰化最漂亮的水姑娘，我觉得我今天这个主题拍得相当的好。我跟你讲，人生就是需要自肥特辑，拍起来我跟你讲，从头开心到尾。拜托大家，如果买蚵爹的话，真的要马上现吃，因为蚵爹真的外带每1分钟美味程度就会下降10分，所以蚵爹还是现吃最好。那我今天都是以立刻现吃的口感来跟大家分享，因为今天总共吃了5家嘛。我个人其实蛮喜欢第1家的，在那个马街医院的那一家，整体的协调度我还蛮喜欢的，就是皮的脆度跟内馅整体合起来就是非常的重我，而且它蚵仔的鲜度也非常的够，炸的也非常的好，完全没有丢醉，味道其实是比较纯粹，然后调味上没有很重，但是比较偏油。然后我自己觉得大稻埕蚵爹呢，这一间其实我爱吃非常久了，今天这样吃好几间下来啊，虽然说它有一点点名气有点动摇了，但是我觉得。对他遇到对手了，我还是喜欢他，好不好？他的咸辣拜托大家一定要去点它。我今天其实还有一间我觉得蛮特别，云林蚵爹，因为它是我完全没有吃过的蚵爹的味系，它的姜味真的放了超多超重手，整体而言蛮好吃，只是它的姜对我来说真的有一点点太重了。如果你本身是喜欢蚵爹的人，然后想要试试看不一样的，不喜欢吃太油腻的话，你可以试试看云林蚵爹。然后如果大家喜欢这支影片，还想看猎人去哪里狩猎的话，大家都在下面留言跟我说吧。我觉得我下一个想要狩猎的是胡椒饼，我讲而已，好吧，先讲而已。而且我今天就是在空档之余，其实还吃了蛮多间店的，像正南机场夜市，我默默的跑去买了小迪，人生第1次吃小迪，我现在也蛮开心的，从头蚵爹到尾，彰化水女孩，然后回去要吃小迪，赞。